你们相信不学注音也可以学好中文吗？你好，我是 Irene， 我是乐乐文化的推广人。我们家是住在澳洲，然后呢，我先生是韩国人，我是台湾人。那我从小就对我们家的小孩子就是都是全中文。在海外呢，孩子是不能用我们小时候学的方法去学识字，真正的方法是阅读识字，是像利用乐乐书这样子充满了生活环境里的内容的书，然后让孩子知道中文是一字对一音，透过大量的阅读。他们会具备这个能够自己读的能力，而步入独立阅读。透过乐乐，为什么孩子不需要学注音呢？他们可以用点读笔直接点在字上，听字的音。儿子说，看到这个字的字形，从图义里吸取这些字的意思。海外家庭通常会以为呢，只要送孩子去中文学校，孩子中文就会好。真正有效的方法是必须要从家庭做起，关键是要给孩子提供大量有意义的听读环境。我就和作者姚老师联络，学习了非常多有关儿童识字的方法。那首先呢，第一个就是读写一定要分离。许多孩子他们其实是有能力可以在非常小的时候就掌握阅读能力，达到独立阅读。而写字呢，需要去看一个孩子他的手部发展是否完整，才能开始。所以一定要把读和写分开来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孩子是不是有他的喜好，透过去帮他做喜好的连结，找到他自己对学中文的这个热情。第三就是他学习的这些识字材料必须要和他有很大的关联，对他来讲学习才有意义。比如说在乐乐书里面有非常多与他当天生活相关的这个内容。第四就是用阅读识字的方法，让孩子透过大量的阅读，他们真的会自然识字。刚开始也许会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在背，可是重复这样子的过程，他们会慢慢先知道一字对一音，慢慢的记得许多句子，然后再从词，所以它是一个需要一直不停重复的过程。第五就是我们必须要理解到孩子能专注的时间很短，我们需要把学习分开来，是我们宁愿一天多做几次，然后重复的做，也不要一次觉得说好，我现在就只有1个小时，然后把小孩子抓在旁边，然后强迫他们就是要跟着我们，就是来学中文，这样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，会造成孩子的抗拒。现在就把握孩子的黄金敏感期，让孩子早日进入独立阅读。欢迎大家来加入乐乐共学团。